为给小三名分，陆彦石骗林继月签离婚协议。林继月知道后，直接动用特权，7天内办结离婚手续。取完证后，他回家接女儿诺诺离开，却看到了令他心碎的一幕。客厅内，陆彦石长腿交叠，气定神闲地品着茶。嗡的一声，林继月脑袋炸开。诺诺才5岁，前一阵儿刚肺炎出院，你怎么能？他抢青青玩具，还出手伤人，小小年纪就如此骄横，不管教以后还了得。青青是陆彦石和另一个女人楚央堂在古代生的孩子。半年前，楚央堂母女两人穿梭时空找来，那天他们从天而降，砸中了林继月的车。陆彦石赶来处理时，他们一起抱住他，一个喊夫君，一个喊爹爹。那时林继月才知，陆彦石为救他车祸昏迷的4年，穿越到了古代，娶了当朝公主楚央堂，还生了小孩。月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那是个攻略世界，只有让公主100%爱上我，我才能在原世界复活。我娶她是为了能回来见你，她只是我的攻略对象，跟她生孩子只是为了提升爱意值，我对她没有感情。你放心，等帮他们母女适应现代生活后，我就把他们送出国，求你信我。陆彦石为求林继月原谅，在雨里站了4天4夜，高烧成肺炎晕倒。救护车来了还不肯走，女儿诺诺也替他说情，最后林继月心软原谅了他。此后陆彦石每天下班抽出1个小时去陪楚央堂母女，渐渐的变成2个小时、3个小时，后来1周里大半时间不回家。等他们适应现代就送走了，将来我只属于你，你先忍忍好不好？为了那句承诺，林继月忍了下来。可楚央堂学会用手机打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私信挑衅他。虽然林继月和陆彦石先结婚，但楚央堂认为自己是公主，身份高贵，自己才是正妻，而林继月是妾。林继月没有忍，拿着聊天记录去找陆彦石。央堂是古代人，有些观念根深蒂固了，你别跟他计较，让他。那一刻，林继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歇斯底里地砸了总裁办公室。离婚？她是林家大小姐，从小到大从未受过这种委屈。你再忍忍，等他们走后，我们一切都会回到从前。想到从前那些甜蜜的时光，想到车祸中陆彦石不要命的救他，林继月又忍了下来。此后楚央堂变本加厉，污蔑他欺负自己。楚央堂的女儿青青也有样学样，污蔑诺诺抢他东西。起初陆彦石嘴上说信林继月，背地里却安慰楚央堂。后来他干脆演都不演了，当面斥责林继月和诺诺。你就这么信楚央堂女儿，连查都不查？青青胳膊腿上都是淤青，还有查的必要吗？陆彦石，你就没怀疑是他自己弄的污蔑诺诺吗？够了，林继月，用无端恶意去揣摩一个4岁小女孩，有意思吗？你看看你现在骄纵的样子，诺诺就是被你带坏的。林继月气得浑身发抖，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。可陆彦石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哄她，替她擦眼泪，而是冷漠地看着。行，你爱信什么就信什么吧。你干什么去？我说了，罚诺诺跪2个小时，1分1秒都不能少。今天你要是敢拉她起来，我跟你没完。陆彦石，女儿脸色惨白的吓人，都快晕倒了，你看不见吗？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你怎么能？月月，青青也是我的女儿，我已经退了1万步，答应把她和央堂送走。你和诺诺为什么还要针对他们？送走？你舍得把他们送走？1周前本是楚央堂母女该离开的日子，可那母女以跳楼相逼，求陆彦石给他们个名分留作念想。陆彦石竟然答应了，还骗林继月签了离婚协议。若不是诺诺偷听到，林继月还被蒙在鼓里，他又痛又恼，当即走特殊通道，让离婚在冷静期内办结。所以陆彦石还不知道他们已经正式离婚了。当然，1周前青青突然发烧，我不放心她去国外，我保证再留他们1个月就把他们送走，之后我们回到从前。人婚都离了，还怎么回到从前？林继月推开陆彦石，不顾保镖阻拦，冲进雨中抱起女儿。月月，你这样会惯坏孩子。跟你无关。我是孩子父亲，怎么无关？彦石，青青一直哭，医生说她可能是惊惧症，你快来看看。陆彦石神色立刻紧张，抓起车钥匙就往外走。妈妈，你带我离开，永远不要让爸爸找到。听着女儿有气无力的声音，林继月心疼坏了，同时也下定一个决心。A 国是陆彦石终身陷入的国家。月月，将来我若是负了你，你就去 A 国，让我永远见不到。放心，永远不会有那一天。您好，我要给自己和女儿申请 A 国永居证。永居证需要10天。谢过工作人员后，林继月挂了电话。下一秒，楚央堂的消息弹出。看着女儿罚跪的滋味如何？对了，跪铁链的主意是我出的。我说越疼才越深刻，才不敢再犯。你猜彦石怎么说？他说我聪明。林继月死死盯着最后几个字，眼眶酸烫。
从前女儿破点皮陆燕时都心疼自责半天，如今她怎么这么无情？妈妈，我怕我不要在这儿。好，妈妈带你走。林继月带着女儿诺诺去住酒店，诺诺吃完退烧药，刚睡下，陆燕时就闯了进来，女儿吓得直往林继月身后缩。月月，你们怎么出来住了？林继月不想理他，拿起手机准备叫保安。陆燕时抬手按断林继月的电话，不顾诺诺的哭喊，抱起他就往外走，回头看向林继月，回家，不许闹离家出走。林继月无奈，只得跟了上去。回到别墅后，林继月发现10几个私人医生正等在客厅，诺诺跟医生上了楼。别生气了，白天我是看到青青的伤痕才那么生气，我承认今天对你和女儿过分了些，可你也不能闹脾气，带女儿离开。林继月挣脱，却被陆燕时越禁锢越紧，他最终叹口气，陆燕时，我没闹，我是真的想离开。陆燕时的手臂陡然一收，嘴唇贴着林继月的耳朵，声音沙哑且满。再敢提离开，我就把你锁上铁链，关起来。林继月脊背发寒，身体在男人的抚摸下阵阵战栗。他知道陆燕时做得出来那种疯狂事，眼看越来越暧昧，男人的手开始往下探。林继月正想着如何拒绝，恰好这时管家跑来汇报诺诺的检查结果。听到诺诺只是发烧，没有大碍后，林继月彻底松了口气，也趁机挣脱了男人的禁锢。陆燕时扯了扯领带，神色恢复如常，去送医生。诺诺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要离开的事，否则传到陆燕时耳中，谁都走不了。诺诺懂事的点了点头。林继月给女儿掖好被角，回了房间。他看了看手中的礼盒，礼盒上的蝴蝶结在发光。这半年，每次陆燕时为了楚央堂惹他生气，就送礼物来哄他。他低声下气的温柔模样，让他误以为他还爱他，以为他们还能回到从前。可他们之间横亘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，又如何能回到从前？一直是他太傻，太天真。其实他从小性格洒脱，对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，唯独对陆燕时迟迟下不定决心。不只是因为陆燕时救过他的命，更是因为10年前林家破产时墙倒众人推，只有刚创业的陆燕时卖掉自己的公司，给林家注入资金。林父林母没受住大起大落，因病去世了。那段痛苦的时光是陆燕时陪他度过，要是没有陆燕时10年前的那个冬夜，他大概就会随父母而去。礼盒轻飘飘的，不知里面是什么。林继月已经没兴趣打开了，直接扔进垃圾桶。礼盒里的东西掉了出来，竟然是情趣内衣，还是用过的，上面满是污迹。林继月踉跄后退，浑身血液瞬间逆流。与此同时，他的手机震动2下。刚刚燕时要了我4次，才舍得从我身上下来。他来不及给你准备礼物，叫我随便挑一个不要的送给你，如何？喜欢吗？林继月死死攥紧手机，将垃圾桶里的内衣和那行文字翻来覆去看了整整几10遍，心口像被尖刀凌迟般的疼。可笑从前那些不归家的夜晚，陆燕时说只是教楚央堂现代生活常识，从没发生过关系。更可笑的是，他竟然真的信。林继月不知自己是如何度过这一晚的，他只是意外自己竟然能这么安静。若是从前，他肯定跑去找陆燕时大吵大闹，可现在或许是失望透顶，或许是真的死心，亦或许已经不爱了吧。第2日，陆燕时早早去上班了。他走后，林继月和女儿开始收拾行李。看着女儿膝盖上的淤青，林继月心口生疼。再有9天，他就带女儿永远离开这里，将行李箱藏到床底。林继月打给王助理，帮我卖掉公司钱，直接打我私人账户。对了，这件事千万不要让陆燕时知道。王助理一愣，但没多问，应了下来。他是林家的老人，林继月信得过。突然，诺诺跑来拉他的手。妈妈，去年生日你送我的万宝龙钢笔落在练字班了，你带我去拿回来好不好？诺诺是个感性的孩子，他和陆燕时送的所有礼物，诺诺都宝贝得不得了，隔几天就要拿出来看看。她怀孕那年，陆燕时出了车祸，4年后才醒，所以诺诺5个生日里，陆燕时只陪她过过1个。诺诺说，那天的蛋糕格外甜，因为有爸爸在。陆燕时将她抱进怀里，说，以后你的每个生日，爸爸都不会缺席。发丝吹进眼睛，眼眶有些酸。在诺诺的提醒下，林继月才发现练字班到了。给出租车付款后，他牵着女儿的手下车，刚走到门口，就看见本该开跨国会议的陆燕时坐在中央，手把手教轻轻写字，而楚央堂坐在一旁，倾目地注视着男人。陆燕时讲解的口干时，楚央堂递过去一杯茶，陆燕时就着他的手喝了一口，眉目间尽是温柔。那温馨的场景美得像一幅画，叫人移不开眼。
如果男主角不是她老公的话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他们已经离婚了，陆彦石不是她老公了。林继月的手掌突然发疼，诺诺死死掐住了她。妈妈，钢笔我不要了，你再给我买一支好不好？好。陆彦石刚醒来时，诺诺缠着他教他写字，可4年没接触公司，陆彦石需要先熟悉业务，便让诺诺再等等，等他不忙的时候。后来他不忙了，楚阳堂母女却出现了，直到现在，陆彦石都没亲手教过诺诺一次。我不稀罕。妈妈也不稀罕，我们不要他了。一道讥笑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楚央堂面带挑衅地朝着林继月母女走了过来。怎么不进去？怕受刺激吗？昨晚彦石给我打视频电话说想我，光顾着跟他聊天，忘了告诉你，从前他送你的那些礼物也是我用力不要的。林继月深吸一口气，他以为陆彦石是真的愧疚哄他，没想到全都是敷衍。其实我知道自己是他的攻略对象，但仅1年成亲时他就攻略成功了。你猜为何他不走，要留下待4年？林继月的指甲深陷掌心。是啊，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林继月刚要问什么，突然头顶传来一声令人牙酸的嘎吱声，紧接着巨大的广告牌垂直砸下。林继月反应极快，拉着女儿往安全地带跑，可身后突然传来一股拉力，楚央堂来不及躲闪，竟然将他往回拉。最后关头，林继月猛地推开了女儿，而他和楚央堂一起被沉重的广告牌砸中。楚央堂把林继月拽到身前，瞬间林继月感觉自己头顶鲜血四溅，视线模糊中，林继月看见陆彦石飞快奔来，拼了命地搬开广告牌，昂贵的西装上满是灰尘，他今天开的跑车只能载1人。爸爸，救妈妈！路人中有医生说楚央堂只是伤到了后背，而林继月伤了头，弄不好会瘫痪。惊魂未定的诺诺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不顾对陆彦石的抵触和恐惧，抓着他的脚摇晃哀求。看着眼前同时求自己的2个孩子，陆彦石眼中满是挣扎。这时恢复意识的楚阳堂开口了：彦石，你先救林小姐吧，她是你妻子，而我早晚要被送走，就算死了也没关系，反正我早晚会从你生命中消失，只求你替我照顾好女儿。这一刻，陆彦石脑中的弦彻底断了，冲上去抱起她。昏迷前，林继月听到女儿在拼命哭喊：爸爸，明明妈妈伤得更重，你为什么不救她？你妈妈是我妻子，就算瘫痪了，我也能养她一辈子。央堂不行，她要是出事儿，将来在国外没人照顾。钻心刺骨的痛瞬间蔓延全身，林继月再也撑不住，陷入黑暗。妻子，他是不是忘了，他已经骗他签了离婚协议，他早就不是他妻子了。最后是路人送他去医院。林继月醒来，看见女儿双眼红肿的趴在床上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。爸爸那个混蛋一直在陪楚央堂，妈妈疼不疼？妈妈没事，妈妈不疼。话音刚落，病房门突然被踹开，陆彦石一身戾气冲进来。你倒是没事，央堂被你害惨了，明明他能躲开，你非要把他拉回去，试探我先救谁的游戏，有意思吗？林继月瞳孔骤缩，猛然意识到又是楚央堂陷害他，刚要开口，女儿扑过去对陆彦石又抓又咬。你滚啊！分明是楚央堂拉妈妈啊！陆彦石恶狠狠地将女儿推开，指着病床。林继月，我都说了，我只爱你，你还要试探我的心意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央堂被你害，受了伤，这段时间我要去照顾他，你最好别再耍花招打扰我。恶狠狠警告完后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。看着他冷漠的背影，林继月强忍许久的泪水终于落下。只爱他，这副偏心的模样，哪有一点只爱他？诺诺从地上爬起来，爬到床上抱住他。这时林继月才看到女儿的额头流血了，被陆彦石推到床头柜上撞的，心疼得如刀割。林继月对陆彦石的恨意又加深几分。妈妈不哭，再坚持几天就结束了。可明明劝他不哭，他自己却泪流满面。第3天，林继月出院了，打电话给王助理交代些事后，他去房间找女儿，却看见她抱着一只泰迪熊在发呆。那是5岁生日时陆彦石送她的礼物，也是唯一的生日礼物。诺诺，要是舍不得，就把它装进行李箱吧。闻言，诺诺的小手一紧，随即把泰迪熊扔了出去。烂人送的东西，我才不要！看着女儿倔强不肯落泪的模样，林继月心揪得生疼。陆彦石昏迷的那4年，诺诺每天守在他床边，求各路神仙让他醒来。他知道诺诺有多渴望爸爸。傍晚，
陆彦石回来了，看到泰迪熊被扔在地上，他一愣，捡起来拍拍灰，又放回诺诺床头，而母女两人安静地做手工，谁都没抬头看他一眼。陆彦石眉间不悦，他是要林继月别打扰他，但也没要他当面无视他，心中莫名发堵。怎么出院不告诉我？不是你说的，别打扰你。诺诺最喜欢骑马，明天我带你们去马场。从前只要一提起马，诺诺就会兴高采烈地蹦起来，可现在他抿紧嘴，一言不发，不想让陆彦石看出异样。第二日他们还是去了，刚下车就看见楚央堂母女等在门口。有他们还叫我们干什么？青青也想骑马，正好今天我有空，带你们一起。爸爸，昨天你送的生日礼物，今天我带上了，每个生日都有爸爸陪着过，真好。此言一出，诺诺的神情有些恍惚。林继月立刻赶过去，从陆彦石怀里抱过诺诺。爸爸，林阿姨好凶，她瞪我。林小姐貌似不欢迎我们，要不我和女儿走吧？放心，有我在，谁都不能赶走你们。林继月和诺诺被扔在原地，任由10月的冷风吹进骨头缝。之后陆彦石都在陪楚阳堂母女，他亲自去马厩，给青青挑一匹温顺的小母马，亲手给她系护具，调整马凳，生怕她有一点不适。而诺诺抱着马鞍站在一旁，默默地看着一切。林继月心疼得发颤，带女儿去挑马，笨拙地把她扶上去。诺诺喜欢骑马，是陆彦石醒来后的事，他教女儿这项技能，闲暇之时带她去跑马。林继月曾问诺诺为什么这么喜欢骑马，诺诺说因为有爸爸陪着，他想和爸爸待在一起。可现在陆彦石却全程陪着另一个女人的孩子。电话响了，陆彦石到一旁去接。林小姐，我们那个时代人人都会骑马，青青的骑术还是彦石亲自教的，非常好。你猜两马相撞会是什么场面？我还没看过呢。话落，他给马背上的青青使了个眼色，下一秒青青狠夹马腹，朝诺诺的小马撞去。林继月拼了命地冲过去，可诺诺的马彻底发了狂，直接冲向围栏。接电话回来的陆彦石看见眼前场景，瞳孔骤缩。爸爸救命！陆彦石几乎是飞扑过去，在他落地前接住他。与此同时，一大群受惊的马冲破围栏，朝诺诺的方向狂奔而来。陆彦石，快救女儿！可他像是没听见一样，抱起青青，头也不回地往场外跑。最后关头，林继月飞扑过去，将女儿护在身下，任由马蹄在她身上践踏。失去意识前，他恍惚听见陆彦石焦急的声音：青青，别怕，爸爸不会让你有事。医院里，林继月是被疼醒的，女儿握着他的手，哭成泪人。妈妈，我好怕，好怕再也见不到你。诺，你没事。妈妈挡在我身上，要不怎么可能没事？既然你没事，去给青青献血吧，她有凝血障碍，医院血库不足。话落，林继月和诺诺猛然愣住，难以置信地看向陆彦石。荒唐，太荒唐了！他任由他和女儿被马匹踩踏，没有一句解释，没有一句关心。第一句话就是让女儿去救害他的人。我不同意。陆彦石却根本不理他，抱起诺诺就往外跑。林继月急忙扑过去，却肋骨一疼，摔在地上，惨叫出声。即使这样，陆彦石都没回头。等林继月爬到献血室时，看到女儿被保镖按在椅子上，哭得凄惨，而陆彦石站在一旁焦躁地抽烟，催促护士再快点。不要抽了，陆彦石，再抽女儿受不了了。护士也不忍。青青还在流血，晕倒了。继续。又抽了整整一袋血，诺诺有气无力地瘫在椅子上，连哭都哭不出来。而陆彦石急忙往青青的病房跑，没回头看诺诺一眼。楚央堂倒是回头了，得意一笑。献血室瞬间空了下来，林继月跪在地上，抱着女儿，哭得崩溃。更让他崩溃的是，医生走过来说诺诺有先天性心脏病。孕期时，陆彦石出了车祸，他整日以泪洗面，吃不好睡不好，还服用抗抑郁药物，影响了诺诺的发育。林继月忍着泪把女儿抱到床上，他必须振作起来，女儿未来还要靠他养。他去药房给女儿取药，途经走廊时，听到几个小护士在议论 VIP 病房那个小孩根本没有凝血障碍，是他妈给了钱要医生那样说，不知道哪个倒霉鬼给他献了那么多血。林继月指甲死死掐进掌心，加快步伐。走到尽头时，听见 VIP 病房里传出楚央堂的声音：彦石，你对我和青青可真好，我知道你攻略成功后不舍得走，又陪了我们4年，你是爱我的对不对？我舍不得你，你不要跟我断了好不好？哦。彦石，
离开我们回现代，你有没有后悔？林基月脚步僵硬地站在原地，只见病房里，陆燕石毫不犹豫地点了头。那一刻，林基月的心脏几乎停跳，他整夜睡不着，痛苦他的昏迷时，他竟然在另一个世界和别的女人欢爱，还后悔回来了。原来他根本不是为了所谓的攻略任务，他骗了他。林继月死死捂住嘴，跑到楼梯间，眼泪再也忍不住奔涌。哭够了后，他擦干泪，去给女儿拿药，意外听见陆燕石和他朋友的谈话。你这样对诺诺，不怕林继月带孩子离开？不会，他爱惨了我，更何况他家公司靠我养着，他不会管理公司，离不开我。林继月站在角落，无声地笑了，笑的眼泪又流了出来。原来这就是他肆意伤害他的底气。从前她是骄纵任性的大小姐，父母死后靠陆燕石养着，可陆燕石车祸昏迷的那4年，公司都是他在管。不学无术的他早已学会了管理，所以陆燕石，你错了，错得彻底。女儿醒后坚持要出院，林继月拗不过，给他办了手续。刚回家，他就抓起床头的泰迪熊，扔进壁炉，火光照在他惨白的小脸上，绝望又决绝。火焰燃尽了陆燕石送的礼物，也燃尽了他对陆燕石的最后一丝期望。接下来几天，母女2人都待在家，直到离开前一天，诺诺说想去朋友家聚一聚，林继月让司机送他过去。林继月留在别墅，与王助理商议公司售卖的相关事，有位富商出了低于市场价，但明天就能打钱。好，林氏就卖给他吧。这时房门砰地被推开，林继月紧张地挂断电话。下一秒，陆燕石怒气冲冲闯进来，楚阳堂紧随其后，说：“你把青青绑哪儿去了？”林继月，我知道你生气，诺诺给青青献血，但你有什么不满冲我来？你怎么能绑架我女儿？她才4岁，燕石已经答应要送我们走，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们？不是我，不是你，还会是谁？说不说？我只给你一次机会。话落，陆燕石抬手，2名保镖端着2个骨灰盒走进来。林继月瞳孔猛地瞪大，那是他父母。10个数，不说的话，就让你父母挫骨扬灰。林继月愣住，不敢相信陆燕石竟会这样冷血。他拼命摇头，说不是自己，但陆燕石根本不信，冷着脸开始倒计时。19、8、1。当数到1时，陆燕石冷笑一声，扬手将骨灰盒打翻。父母的骨灰纷纷扬扬洒在他眼前。真不是我，真不是，求你信我。陆燕石怒火猛地窜上来，抬手下令。这时，特助的电话打来。陆总，找到青青小姐了，她在城东的废弃仓库。陆燕石看了林继月一眼，转身往外跑。林继月大大松口气，爬过去收敛父母的骨灰。一同被绑架的还有诺诺小姐。他们赶到时，林继月看到2个孩子被绑在土砖墙下，只等机关的计时结束，墙就会坍塌。闪烁的红灯只剩1秒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陆燕石想都没想，猛地冲过去，一把拉过诺诺，父女2人摔在地上。轰隆一声，另一侧的土墙瞬间坍塌，楚央堂的女儿被压在下面，身下阴出一片刺目的鲜红。青青，手术室外，陆燕石焦急地踱步，诺诺缩在林继月怀里，看向身前男人的眼神满是复杂。陆总，小朋友大出血，血库告急，需要现场献血。陆燕石将目光移向诺诺楚央堂，眼中闪过一丝嫉妒，哭着上前去摇晃陆燕石的胳膊。燕石，青青有凝血障碍，上次他摔伤用了600cc 血，这次这么严重，恐怕要1200cc。不行，这么多诺诺会死的。你胡说，你女儿根本没有凝血障碍，是你买通医生编的。一旁的医生看了楚央堂一眼，急忙退下去。林继月想追，陆燕石却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眼神凌厉。行了，人命关天，你别争风吃醋了。他都想要我女儿的命了，你说我在争风吃醋？够了。陆燕石，今天女儿要是出事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要是早知道你这么不通情达理，我就不救你女儿了，就该救青青。林继月彻底愣住，浑身发寒，他张了张嘴，陆燕石却挥手招来保镖。被拖下去的那一刻，林继月看到的是楚央堂得意的笑，陆燕石冷漠的脸，还有女儿眼中死寂的绝望。他被关进车里，40分钟后才放出来。陆燕石已经去重症病房，诺诺一个人被扔在献血室，昏死在椅子上，看上去没有多少生机。林继月心疼得快碎了，疯了般冲进去。不好了，这位小朋友失血性休克，
快抢救！经过1天1夜，诺诺被抢救过来，但他的心脏衰竭了，被迫换成人工心脏。医生边叹气边交代注意事项，林基月站在一旁，麻木地听着。他想哭，却一滴泪都流不出。原来心痛到极致是哭不出来的。诺诺始终昏迷着。林继月包了架私人飞机，预约了 A 国的高级医院。移民局打来电话时，看着女儿的惨状，他想笑，却高兴不起来。青青已经脱离危险，诺诺也没再等半个月，我就把他们母女送出国，到时候带你和女儿去旅行。林继月没有回复，直接拉黑删除。飞机轰鸣着冲上云霄，舷窗映出他的侧脸，没有不舍，只有决绝。接下来几天，陆燕时一直在陪楚央堂母女。第7天，朋友约他喝酒，包厢里酒过3巡，他拿出手机看了看，有些意外，怎么林基月一直没回他消息？再有1周，你和林继月冷静期就结束了，你真要跟他离婚？怎么可能？那就是我哄央堂的结束前1天，我就去撤销，我瞒得很隐秘，月月绝不可能知道。这时，他手机忽然响了。陆先生，您的离婚手续已办理完成，请问您什么时候有空来取下离婚证？什么？冷静期还没到，怎么可能离婚？哪儿来的诈骗，竟敢骗到我头上？陆燕时听都没听，直接挂断。刚才那人说的会不会是真的？你要不再确认下？不必。话落，他手机响了一声，是刚才那个号码发来的短信。陆燕时看都不看，直接点删除，却手滑，意外打开了。下一秒，他瞳孔猛缩，竟然是一本离婚证，上面的名字是他和林继月。酒杯啪地摔在地上，陆燕时猛地愣住。他和林继月真的离婚了？怎么可能？林继月怎么可能舍得跟他离婚？他们还有女儿，离婚了女儿怎么办？对，不可能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。刚才那个人一定是林继月雇的。这些天我没回家陪他，他就找人冒充工作人员，伪造离婚证骗我，让我害怕着急。一定是这样。燕时，要不你回家看看，说不定林继月知道你骗他签离婚协议，提前办结了。不可能，他那么爱我，要是知道肯定来找我哭闹，不会这么安静。应该就是巧合，太过分了，竟敢用离婚吓我，不就是想让我回家陪他吗？我偏不让他得逞。陆燕时猛灌一杯酒，却浇不灭心中的火，紧接着又开了好几瓶，却越喝越烦躁，胸口闷得喘不过气。林继月这样闹肯定是太在乎太爱你了，你确实好几天没回家了，就算生他气，你想想女儿，诺诺肯定想死你了。对，女儿想我，我得回家看看。他抓起西装外套，边往外走边叫代驾。冷风透过车窗吹进来，他的酒醒了大半。看着夜空中划过的飞机，不知为何，心底深处莫名慌乱，就好像失去了什么重要东西一样。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楚央堂，不是林继月。燕时轻轻摔倒了，弄破了膝盖，你快来！你送他去医院，或者叫私人医生，我又不会看病，我去有什么用？你现在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林继月跟我闹脾气，我要回家看看。青青吵着要见你，别理林小姐，过来好不好？行了，我要回家去哄林继月，否则他又要迁怒你们。说完，不等楚央堂回复，他直接挂断。到家后，看着客厅还亮着的灯，陆燕时的心稍稍安稳了一点，加快脚步推开了门。月月，诺诺，我回来陪你们了。然而回应他的是空荡荡的寂静。客厅里只有一个佣人在擦拭灰尘。先生，太太和小姐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。好几天没回来，什么意思？7天前，太太回家拿着行李，匆匆离开了，然后再也没回来。嗡地一声，陆燕时脑袋炸开，耳边只剩下尖锐的耳鸣。他飞快地跑上楼，推开林继月的房间门，灰尘扑面而来。林继月不喜欢佣人进他房间，所以一直都是他亲自打扫。可现在桌面上都落了厚厚的灰，花瓶里的鲜花早就已经枯死了，只剩下一只发黄的杆。很显然，这里已经几天没人住了。一种怅然若失的慌乱瞬间袭上心头。陆燕时将目光移向梳妆台，上面空荡荡的，平日里林继月用的东西都不见了，就连那把他母亲生前送他的梳子也不见了。他心中越来越慌乱，拉开衣柜、抽屉、壁橱，全都空空如也。陆燕时彻底慌了，又冲去隔壁诺诺的房间，同样的也空了。他们母女真的离开了。忽然，
陆燕石想到刚刚那通民政局的电话，他强忍心中的慌乱，颤抖着手拨过去。喂，刚刚你说我和林继月离婚，是真的吗？1个小时后，民政局。陆燕石趴在屏幕前，死死盯着电脑。监控里，林继月穿着她最喜欢的蓝裙子，过来申请提前离婚。工作人员操作了一番，然后将离婚证交给他。而这是17天前的事。这一刻，陆燕石仿佛被抽干全身力气，整个人瘫在椅子上。他想不通为什么林继月不来找他闹，而是默默办离婚。工作人员将属于他的那本离婚证拿过来时，他彻底爆发了，揪着对方的领子质问：你凭什么给我办离婚？谁准你让他跟我离婚的？你先提交的离婚协议，难道不是你想跟你老婆离婚的吗？当然不是。他只是想哄楚央堂，等冷静期内撤销，再弄个假证骗楚央堂。他从来没想过真的跟林继月离婚，胸中的怒火熊熊燃烧着。陆燕石抓起手机拨给楚央堂，对面几乎秒接。喂，楚央堂，是不是你告诉月月我和他离婚的事？这件事只有你知道。燕石，发生什么了吗？林继月动用特权跟我提前离婚了。扎查太太怎么知道离婚协议的事？她带着小姐赌气走了，去给我查她在哪儿。吩咐完后，陆燕石的情绪依旧久久不能平复，靠着墙大口大口呼吸着。陆燕石想到了林氏，林继月一定舍不得公司，他抬脚冲了出去，用最快的速度到了林氏，却发现整座大楼都空了。一个西装革履的胖男人在指挥工人重新装修。你是谁？在我老婆公司干什么？林小姐没告诉你吗？17天前她把公司卖给我了，她说她要出国不回来了。此言一出，陆燕石回过神后，刚要问什么，特助的电话打来。陆总不好了，太太她带着小姐移民去了 A 国，还办了永居。轰隆一声，陆燕石脑中炸响晴天霹雳。A 国，他终身陷入的 A 国，什么意思？林继月带女儿移民去他终身陷入的国家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再也不想见到他了？诺诺那么爱他这个爸爸，怎么可能同意跟林继月走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们母女怎么突然那么狠心？李特助，给我去查太太这10几天都干了什么，去过哪些地方，快去，用最快的速度。吩咐完后，陆燕石的情绪依旧久久不能平复，靠着墙大口大口呼吸着，就好像他失去了什么，却无能为力挽回一样。不会的，月月只是暂时生气才离开自己，他不会舍得永远离开的。陆燕石解锁手机，翻出很久没联系过的林继月的号码，第一次决定拉下脸跟他道歉。只要他肯原谅自己，带着女儿回来，他就立刻把楚央堂母女送走，以后他说什么他都听。可嘟嘟声响了好久都没人接，最后机械音自动回复：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陆燕石又拨了几遍，依旧如此。他皱着眉给林继月发了条消息，几乎是瞬间，猩红刺目的感叹号弹出。这一刻，陆燕石此前强装的镇定彻底坍塌，他手抖得几乎握不住手机。林继月竟然把他拉黑了。之前无论他们吵得多凶，林继月都没拉黑过他。难道他真的不要他了？想到这个可能，陆燕石就心口生疼，犹如被尖刀捅了个对穿。不会的，他一定是闹脾气，不会不要我，他那么爱我。可说到最后，他自己先崩溃了，蹲在地上抱着头大哭。林继月都把他拉黑了，铁了心要跟他断掉一切联系。就算他再想骗自己，接下来几天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喝闷酒，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，让自己不要想起林继月。可即使醉了，他满脑子都是林继月。陆同学，你的创业项目很有趣，我要入股。老公，你要一辈子对我好。还有她确诊怀孕时，激动欣喜地抱住他，他后悔了，要是没答应给楚央堂名分，没骗他离婚就好了。这样林继月和女儿还会在他身边。心疼的像被斧头狠狠劈开。陆燕石举起一瓶威士忌猛灌下去，这时门轻轻被推开，一大一小2道身影走进来。燕石，想我了没？陆燕石迷迷糊糊看过去，随即心神俱颤，跌跌撞撞从地上爬起来，一把抱住那抹身影。月月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知道我有想你吗？是我啊。可抱着他的人像是没听到一样，一直跟他不停地诉说着自己的悔意。楚央堂嫉妒的牙快咬碎了，这时一旁的轻轻柔柔地说了一句：爸爸，是我和妈妈，
不是林阿姨。话落，陆彦石猛地僵住，酒醒了大半，随即把怀中人扔了出去。滚！月月离开都是你害的，你怎么还敢来找我？林小姐是自己知道真相走了，又不是我告诉她的，怎么能怪我？当初她好不容易以跳楼相逼，让陆彦石给她个名分。她在古代是公主，见过宫廷斗争，知道凡事不可操之过急。她一点点设计陷害林继月，挑拨她和陆彦石的关系。但她知道陆彦石心里还有林继月，不能立刻赶尽杀绝，所以她耐心等着冷静期结束，先跟陆彦石领证，然后再继续排挤林继月。没想到林继月竟然直接离婚走了。最开始得知这个消息，她欣喜若狂，幻想着陆彦石会直接跟她领证。可她没想到，从那以后，陆彦石的电话就打不通了，根本不理她了。助理说陆彦石心情很不好，让他别往枪口上撞。可等了几天，他的耐心逐渐耗尽，终于忍不住带着女儿来找陆彦石。他想着他的柔情再加上女儿，一定能勾住陆彦石的心。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然把他认成林继月，还因为林继月的离开迁怒他。我知道不是你，你走吧，别在这儿碍我的眼。眼看陆彦石继续去喝酒，看都不看他，楚央堂给女儿使了个眼色，下一秒青青跌在地上，惨兮兮地哭起来。哇，爸爸好凶，青青害怕，爸爸不要青青了。听见孩子的哭声，陆彦石的脚步一顿，青青哭得越来越凶，几乎要断了气。陆彦石抿紧唇，心难免软了下来。终于在青青又一次哭破嗓子后，他回头把地上的小女孩抱了起来，强忍对楚央堂的怨怼，耐着性子哄她：乖，不哭。爸爸不要赶我走，我要爸爸陪，没有爸爸我不敢睡。看着孩子泪水挂在脸上的可怜模样，陆彦石的心彻底软了，抱着青青上楼，走了几步，回头对楚央堂说：你也留下吧。楚央堂终于绽放笑容，跟了上去。只要陆彦石妥协一次，后面就有无数次。他相信，在他和女儿的努力下，陆彦石早晚会忘掉林继月，彻底接纳他们。把青青抱到客房后，陆彦石想离开，青青却扯着他的袖子，让他讲故事。陆彦石心不在焉，随手拿出一本书读了起来。读了几句，他顿住，心脏泛起密密麻麻的疼。刚从古代穿回来时，诺诺就这样缠着他，让他讲故事。而这个小王子是诺诺最喜欢听的故事，他几乎每晚都要给他讲，直到楚央堂母女来到这个世界，他陪林基月和诺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心口越来越疼，像是压了块大石头，喘不过气。陆彦石猛地合上书，起身往外走，身后青青不停地哭喊，而他却只敷衍着，甚至连头都没回。爸爸，爸爸！你先睡吧。直到进入林基月的房间，一头栽倒在床上，嗅着枕间他残留的发香，陆彦石胸口的窒息感才稍微缓解。他是真的后悔了，后悔把时间都花在楚阳堂母女身上，后悔跟林继月吵架，更后悔骗他签离婚协议。如果可以重来，你有完没完了？我不是昨天刚给你1000万吗？怎么还要？他走到窗边，抬手掀开窗帘，看到月光下，楚央堂正站在院子里打电话，一张脸扭曲的变形。呵，我帮你骗陆总，说你女儿有凝血障碍，往死里抽原配女儿的血，那点钱怎么够封口？听筒里的声音在寂静的夜中格外清晰。嗡的一声，陆彦石的脑袋炸开，炸得他头晕目眩。所以那天手术室外，林继月说的是真的，不是争风吃醋。被欺骗的怒火涌上心头，陆彦石攥紧拳头往外走。这时电话响了，特助焦急的声音传出：陆总，一直以来根本不是太太和诺诺小姐欺负楚小姐母女，是他们自导自演挑衅陷害太太和诺诺小姐，是被他们。陆彦石点开邮箱，越看脸色越沉，最后他狠狠一拳砸进电脑桌，瞬间鲜血从指缝迸出，竟然是楚央堂和青青。他们怎么敢？抢玩具是陷害，动手打人是陷害，就连那日的坠马都是青青故意去撞诺诺，最过分的是绑架，居然是楚央堂以他的仇家名义做的，先是陷害林基月，再逼他2选1，让林基月死心，可最后他选了诺诺，所以楚央堂又骗他，逼诺诺抽远超身体负荷的血去救青青。突然记忆闪回，
陆彦时猛地想到那日医院走廊上林继月的哭喊，还有诺诺的绝望，以及最后两人看向他时的心如死灰，陆彦时再也忍不住嘶吼一声，紧握拳头冲下了楼。5000万，最多了，再多我真不能给了，否则会惊动陆彦时。告诉你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你拿了钱后一定管好嘴，千万别让陆彦时知道。我已经知道了。啪的一声，手机掉在地上，四分五裂。够了，别再骗我了，我都知道了，知道你和你女儿挑衅，陷害月月和诺诺，知道是你们逼走了他们。瞬间，楚央堂脸色煞白，刚要开口狡辩，陆彦时一把掐住他后脖梗，将他拖上楼，推到电脑前。看着那一行行证据，楚央堂脸上刷的血色全无，脚底一软瘫在地上。彦时，对不起，我都是太爱你了。爱？我有老婆，你只是个攻略对象，你跟我谈什么爱？你说什么？你之前明明说爱我，说后悔丢下我回现代了，都是你说的。哄你玩的。哄我玩？不可能，你明明1年就攻略成功了，却等我孩子出生，还在古代陪我4年。原来你早知道。彦时，忘掉林继月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他卑微哀求着，可男人的目光却越来越冷。楚央堂再次崩溃，变得偏执又疯狂。你不爱我，怎么和我睡了4年？在现代，你也一直碰我，你敢发誓吗？从没爱过我，若是所说为假，就和林继月永不相见，你敢吗？不过是你公主的高贵身份和卑微求欢的反差，满足了我心底的那点隐秘。和你上床只是追求新鲜刺激。从你来现代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告诉过你，月月是我老婆，你不能闹到她面前。楚央堂突然笑了，笑得癫狂，笑得眼泪直流。在男人冰冷的注视下，他猛地冲去落地窗前。陆彦时，我为了来找你，放弃公主的身份，放弃优渥的生活，还死了一次。你凭什么不爱我？说爱我，否则我就死在你面前。爸爸，我不要妈妈死，我不能没有妈妈。可陆彦时目睹了一切的青青，吓坏了，摔在地上瘫软成泥，嘴唇哆嗦的一个字说不出。而陆彦时不在意的笑笑，掏出真丝手帕擦了擦手，然后带着毁灭一切的疯狂，回头看向脸色惨白如鬼的小人。还有你，竟敢欺负我和月月的女儿。这时青青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可没等他开口求饶，陆彦时就命保镖把他拖下去。他对诺诺做的事都双倍报复回来。爸爸不要，爸爸我错了，那些都是妈妈让我干的，求您放过我。陆彦时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，重新栽倒进他和林继月睡过的床上，贪婪地吮吸着他残留的发香，却再也忍不住捂着脸泪流满面。月月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为了刺激跟楚阳堂藕断丝连，对不起。在古代，虽说和楚央堂只是攻略关系，但第一次尝试到别的女人，让他产生了莫大的刺激。第一次对林继月产生了游离，但他知道他早晚会回到林继月身边，所以纵容自己瘫痪了4年。他以为回来后他会忘掉楚央堂，一心一意对林继月。没想到楚央堂带着女儿来了。按照原本的计划，他是打算撤销离婚申请，然后用假结婚证骗楚央堂，把他送到国外，瞒着林继月继续保持关系。没想到却因此失去了他最爱的女人。陆彦时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鲜血从指缝渗出，他却不知疼痛。从见林继月第一面起，他还是个穷小子时，他就爱上了他，想疯狂占有，所以他绝不允许林继月离开他。楚央堂被推下楼后，2条腿都断了，但陆彦时并没就此放过他，他起诉了他。半个月后，楚央堂以故意伤害、非法贿赂医生等罪名被判。陆彦时特意把人送去跟楚央堂见了一面，看到女儿的惨状，他直接疯了，被移送精神病院。陆彦时吩咐人好好照顾他。而青青则被陆彦时扔去了孤儿院，命人24小时看管着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托朋友去 A 国帮他打听林继月的消息，钱全是他出。只是他和 A 国掌权的谢氏家族有过节，不被允许入境。为此，他送了朋友好几个价值100亿的项目。此后的每一天，他都在别墅焦急地等待着。半年后
A 国某高级医院，林继月守在病房，看着床上双眼紧闭的女儿，心疼得揪成一团。昨天，诺诺又进行了换心手术，这是她第3次手术了。医生说她年龄太小，承载能力有限，如果5年内找不到合适的心源，恐怕就……林小姐，吃点东西，你已经3天滴水未进了，再熬下去，没等诺诺醒来，你先撑不住了。别太担心，还有5年，我会尽快帮诺诺找到心源。谢谢你，谢医生。妈妈不哭，我没事，手术后感觉很好，心脏比之前跳得快了呢。妈妈，你看我多健康！恭喜诺诺小朋友出院。谢谢医生。谢董，文州少爷30了，终于开窍了。他把刚才偷拍的照片发过去，可很快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怒骂：这混小子喜欢谁不好，怎么喜欢陆燕石的前妻？我们谢家和陆家可是死对头。 A 国的夏季天气变换很快，明明上车时还阳光明媚，下车后就阴云密布，没等进家门，天上突然下起大雨。林继月没打伞，用包挡住女儿的头，两人快速冲进去。林总，前些天你让我竞标的项目拍下了，一共花了65个亿。好，林继月吩咐了几句，挂断了电话。半年前来 A 国安顿好女儿后，他拿着卖公司的钱重新在 A 国创业。由于在陆燕时昏迷的那4年，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，他很快就把公司开办起来，做得风生水起。公司的名字依旧叫林氏集团，他会靠自己的努力，把父母的心血延续下去。林小姐，诺诺的一种保健药落在医院了，我下班后顺路就给你送来了。谢医生，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？妈妈，是我说的，刚刚谢叔叔打电话，你去洗澡了，我接的。林继月点点头，请谢文州进屋里坐。诺诺抱着平板，点开某外卖软件，让林继月看今晚吃什么。林继月不会做饭，一直让女儿吃外卖，他有些愧疚。从前都是佣人照顾，偶尔陆燕时会回家做饭。想到那个名字，他心中依旧有些不自在。总吃外卖不健康，我来做饭吧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糖醋排骨，妈妈喜欢苦瓜排骨汤，还有菠萝咕噜肉。好，叔叔给你们做。林继月站在厨房门口，眼神中带着一丝惊讶和不解。他竟不知什么时候女儿跟谢医生这么熟了。好吃，叔叔的手艺真好。林继月也夹了一块，确实好吃。没想到谢文州不仅会拿手术刀，还有一手好厨艺。要看电视。月月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偏信楚阳堂母女，失去你后的每一天，我都无比后悔。月月，回来吧，我对他只是一时新鲜，我爱的人一直是你，还有诺诺，爸爸真的好想你。啪！林继月一把关掉电视，根本不想听下去。握着遥控器的手微微颤抖，他转过头看诺诺，只见女儿脸色发白，刚才还喜悦的脸上布满阴云。来 A 国后，他们都默契的没有提起陆燕时，看上去已经忘记他了。可林继月知道，诺诺心里其实耿耿于怀，只是怕惹他伤心，他才一直不说。有几次，林继月撞见诺诺求谢文州带他去看心理医生，还特意要求瞒着自己。女儿一直是这样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眼看情况不对，谢文州反应极快地把诺诺抱在腿上，拿了块甜点塞进他嘴里。诺诺乖，吃点甜的，来尝尝叔叔的手艺，刚烤出来的。诺诺机械地咀嚼着，渐渐的，呆滞的眼神慢慢聚焦，又恢复了些许神采。听说甜食能让人从过去的痛苦记忆中脱敏。谢文州耐心地抱着诺诺，一点点喂他甜品，还点外卖给他叫了杯奶茶。经过刚才的插曲，林继月已经没有吃饭的心思，胡乱扒了几口，就疲惫地放下了筷子。因为陆燕时，女儿的心脏都变成了人工合成物，她真的很想哭，可她必须坚强，因为她还要做女儿的后盾。你带女儿去玩游戏吧，我来收拾碗筷。
谢文周清洁干净后，跟林继月母女说了告辞。刚踏出林家别墅，他的脸瞬间阴了下来。由于对林继月一见钟情，他特意去查了他的往事，也知道了陆彦石那个混蛋是如何把他伤得体无完肤的。管家，通知 A 国网络平台，一旦发现陆彦石的脸和声音，立刻封禁。这是第一次，他利用家族特权做事，为了林继月和诺诺。